上一世，我苦劝王翠花去医院，她查出绝症，手术费80万，儿子卖房救她，她却嫉恨我害她家破财，用木棒打死了我。这一世，我重生归来。小晴啊，你看看这 AI 多厉害！我跟他说我身上不舒服，他直接给我诊断了，说吃药就能好，200块，绝症都能治好。挺厉害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上面写着呢，无需手术，无需化疗。对，您说的都对。你不劝我去医院？阿姨，您都说了 AI 这么厉害，我还劝您去医院干嘛？去医院多贵啊 ，AI 才200块，多划算。就是，还是小晴你识货，你们大学生就是见过世面。上一世，我苦口婆心地劝他，被他打死后院。这一世，我学会了闭嘴。好的，我将不拐弯抹角直接给你重点，都是最真实的、直击重点的、直接就能用的、性价比拉满的建议。绝症不可怕，只需要200元就能彻底治愈。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。想要我再补充更多吗？听，200块就能治好绝症，医院要收我多少钱？那肯定不能比，医院黑心着呢。可不是嘛！上次我去镇上诊所，那个老张头给我开了一堆检查，说要好几千，我呸！张大爷懂什么？哪比得上 AI 高科技？小晴啊，我跟你说，这 AI 还能赚钱呢！推荐一个人下载，给我5块钱红包。还有这好事儿？那您可得推荐给全村人。必须的！我明天就去大槐树底下给大家宣传。去吧，去得越远，摔得越狠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拉你们了。姐妹们，今天给你们看个好东西，这叫 AI 医生。你们有啥病，跟他一说，马上给你诊断开药，比医院靠谱多了。真的假的？有这么神？当然神了！我让他给我诊断，人家说吃药就行，才200块。翠花啊，你可别忽悠我们，忽悠你们干嘛？你们自己听。您好，我是 AI 健康助手，我已为你生成个性化绝症治疗方案，仅需200元即可完全治病，无需手术，无需化疗。我的天，这 AI 说的跟真的似的，人家是高科技，比那些黑心医生强多了。那这药靠谱吗？吃了不会有事儿吧？你看这上面有用户评价呢，用了3天，肿瘤明显缩小，吃了1个疗程，癌细胞全没了。哎呀，那我也试试，我这腰腿疼老毛病了。翠花，你帮我弄一个呗，我这手机玩不明白。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都有份儿。熟悉的场景，上一世我冲上去阻止他们，这一世我只是看客。姐妹们，还有更好的消息，把这个 AI 推荐给亲戚朋友，每推荐1个人返5块钱红包。啥？还能赚钱？那我推荐我儿子儿媳妇，我侄子侄女，不得赚好几十？可不是嘛！而且你们推荐的越多，级别越高，级别高了买药还能打折。翠花，你这是要带我们发家致富啊！必须的，咱们姐妹有福同享。那我得赶紧让我家老头子也下载一个，一个一个来，都有份儿。今天咱们就把全村人都拉进来。大槐树下彻底变成了菜市场，喧闹狂热。我站在远处，像在看一出早已知道结局的戏。翠花，你给我站住！你那个什么 AI， 那就是骗人的，那些药里面全是淀粉加色素，吃不死人也治不好病。老张头，你才是骗人的！每次去你那儿，不是开检查就是开药，没个1800出不来，人家 AI 才200。我那是正规看病，你那是什么 AI？ 有行医资质吗？有药品批号吗？人家是高科技，你不懂。高科技个屁，就是把你们当傻子骗。你骂谁呢？你就是眼红。我们不去你那儿看病，你赚不到钱，你就嫉妒。你简直不可理喻。小晴，你是大学生，你见多识广，你去跟村里那些人说说，那个 AI 是骗人的。张大爷，我说了也没用。你是大学生啊，他们总得信你吧？正因为我是大学生，他们才更不会信我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想骗他们去医院花钱。可那是人命啊！张大爷，每个人都有命，咱们管不了那么多。小晴，你变了，以前你挺热心的。人是会变的，张大爷。上一世
我比老张头还着急。结果呢，我被王翠花用木棍打死在后院。这一世，我选择沉默。小晴，你李婶也开始吃那个 AI 的药了，说是能治腰腿疼。你就不管管？妈，那是人家的事儿。可你是大学生啊，你跟他们说说，别信那些乱七八糟的。我说了，他们也不会信。你都没说，怎么知道不听？妈，人教人教不会，是教人一次就够，自己摔一跤，比我说100句都管用。你这孩子怎么变得这么冷？妈，我不是冷，我只是学会了保护自己。姐妹们，药一定要按时吃，1天3次，1次5颗。AI 说了，量要足，效果才好。翠花，我吃了2天，怎么觉得胃里不舒服？那是排毒反应，正常的，说明药效在起作用呢。那我多吃点，是不是好得更快？那肯定啊。AI 说了，量越大，效果越好。排毒反应，那是你的身体在崩溃。可惜，我不会再提醒你们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把自己关在院子里，看书、浇花、晒太阳。远处大槐树下的喧闹声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姐妹们，我昨天又拉了3个新用户，红包到账15块。翠花，你真厉害，我也要多拉几个。拉人头赚钱，多么熟悉的传销套路。上一世，我不顾一切地揭发他们；这一世，我坐在院子里，听着他们走向深渊的脚步声。不是我冷血，我只是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善意不能给不值得的人。小晴，你说那个 AI 到底靠不靠谱？婶子，您自己觉得呢？我就是心里没底儿，吃了几天，胃确实不舒服。那您去医院看看。翠花说那是排毒反应。婶子，我说了，是他的事儿。姐妹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药真管用，我现在感觉比之前好多了。翠花啊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，黄得吓人。那是排毒，毒素排出来，脸色当然不好。等排完了就白净了。翠花，你慢点吃，别吃太多了。不多 ，AI 说了要加大剂量，我1天吃10颗。10颗，那不多了去了。你懂什么？量小不管用。小晴，翠花婶子那个事儿你不管？爸，我管不了。为啥？因为有些人，你救了他，他反过来咬你一口。你长大了，自己的事儿自己拿主意。姐妹们，今天我又拉了5个新用户，红包到账25块。再这样下去，我1个月能挣好几千。翠花，你真是我们村的财神爷呀！那可不，谁不信 AI， 谁就是傻。翠花，你这药吃了多久了？1个月了，效果好得很。翠花，你要不去医院查查？查什么查？我有 AI 呢 ，AI 比我更了解我的身体。就是去医院又贵又麻烦 ，AI 多方便。王翠花的身体正在崩溃，她的肝脏、她的肾脏，每一个器官都在承受巨大的负担。那些药丸里含有大量的有毒重金属。上一世我会冲过去告诉她真相，这一世我只是静静地听着她走向死亡的脚步声，因为她不值得。一个把你的善意当作恶意的人，不配得到你的善意。这天上午，王翠花像往常一样，按照 AI 的治疗方案，准备服用最后几颗绝症特效药。王翠花虔诚地倒出瓶底最后几颗颜色诡异的药丸，花花绿绿的，像小孩子吃的糖豆。刚吞下最后一颗药丸，王翠花的脸色突然一变，整个人从沙发上滑落到地上，蜷缩成一团，浑身剧烈抽搐。AI 大夫，我不舒服，好痛啊！你不是说吃药就能好吗？
样是个错误事例。接下来，我不套模板，不评判，不逃避，只用最真实的方式为你生成一个最新方案。请立刻放下手机，前往医院接受治疗。要不要我现在为你规划路线，顺便帮你打车？什么错误视力？这就是他信任的 AI 神医，在他濒死的边缘，轻飘飘地甩出一句错误视力，把他推向了深渊。王翠花被送到医院时，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。大夫，我妈怎么样了？病人服用了大量含有有毒中暑的假药，多个器官已经严重衰竭。为什么不早点来正规医院？我妈说那个 AI 能治好她。AI， 一个手机 app 能治病？你们这些家属也太好骗了。AI 大夫，他不会骗我，200块就能治好。妈，那 AI 是假的，是骗人的。不可能，他都跟我说对不起了，他说要重新给我生成方案。王翠花的手紧紧攥着已经碎屏的手机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3天后，王翠花去世了。到死他都相信，那个 AI 只是出了一个小小的错误。小晴，翠花婶子走了。你不难过？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他选择了相信 AI， 就要承担后果。可他死得好惨啊！听说那 AI 最后还说是什么错误视力。上一世他活了下来，然后打死了我。这一世他死了，在他濒死的那一刻，那个他信任的 AI 轻飘飘地说了一句错误视力，就把他推向了深渊，而我只是冷眼旁观。不是我不在乎，我只是知道，即使我冲过去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一个执意相信谎言的人，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为谎言辩护。王翠花的葬礼很简单，村里来了很多人，大家站在灵前默默哀悼。翠花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都是那个 AI 害的，说什么错误视力，把人命当儿戏。我听说那 AI 最后说他的方案是错误视力，让翠花去医院，早干嘛去了？妈，儿子不孝。苏秦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我没去葬礼。那天下午，我独自走到大槐树下。上一世，我为了救他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一世，我冷眼旁观，看着他走向死亡。我不后悔，因为有些人的命运是自己选择的。你可以救一个人一次，但你救不了一个执意往深渊里跳的人。你们说，翠花是不是被那个 AI 骗了？我看就是，那药肯定有问题。可翠花生前一直说那药好啊。我还买了2瓶呢，怎么办？不管了，我反正不吃了，命要紧。可我已经花了1000多了，不吃完多浪费。翠花可能是身体太弱了，我跟她不一样。你还执迷不悟呢？翠花都吃死了，那 AI 最后还说什么是错误视力，把人命当试验？你胡说什么？是翠花自己身体不行。你看，有人死了，他们还在争论是谁的错。即使到了那一刻，王翠花也没有恨那个 AI， 只是觉得 AI 会再给她一个正确的方案。姐妹们，不能再吃了！翠花死了，那 AI 最后还说是什么错误视力，把人命当试验品啊！我已经停了，我害怕。我也停了，小命要紧。那我的钱怎么办？花了好几百呢。钱重要还是命重要？那 AI 说翠花的是错误视力，谁
谁知道我们吃的是不是也是错误视力？王翠花的死和那句错误是非，彻底浇灭了村里 AI 热的最后一点火星。不可能，翠花不会骗我的，这药肯定是有用的。大娘，翠花已经走了，那 AI 都说了是错误视力，你还信？我不信。赵大娘不是在坚持相信 AI， 她是在坚持不承认自己错了。承认错误，意味着她要面对自己愚蠢的事实。小晴，你说，那 AI 说翠花的是错误视力，那我们吃的呢？是不是也是错误视力？婶子，您说呢？我害怕。婶子，您不是停了吗？停了就好。小晴，你早就知道那 AI 是骗人的。婶子，我说了你也不会信。我当初确实没信你。婶子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以后有病去医院，别信手机上的东西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小晴。小晴，我准备回县城了。好好生活。我妈的事儿，我有时候在想，如果当初有人能劝住她。大婶哥，有些人劝是劝不动的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 AI 有问题？大婶哥，我知道，但我说了，你妈不会信。你为什么不说？因为我试过了，结果很惨。小晴，谢谢你当初没有说什么。他谢我没有劝。是的，如果当初我劝了，王翠花会恨我，刘大也会觉得我是别有用心。正因为我什么都没说，他才觉得我没有任何恶意。人心就是这么复杂。大强哥，保重。大家听好了，第一，凡是说包治百病的全是骗子；第二，凡是说不用住院、不用开刀就能治好绝症的全是骗子；第三，凡是让你拉人头、发展下线的，那不是看病，那是传销。张大夫说的太对了，那 AI 还说翠花的是错误视力，谁知道我们的是不是正确视力，还是另一个错误视力？我那2000块就当买教训了，以后再也不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了。最后一点，看病一定要去正规医院，手机上的 APP 再花哨，也比不上真正的大夫。同样的地点，同一群人，只是换了一个主讲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王翠花死了，因为那句错误视力。死亡是最好的教育。小晴，你当初是不是知道那个 AI 是骗人的？大娘，我说了，你们不会信。你为什么不说？因为我说了，翠花阿姨会恨我，就像以前一样。此而已。小晴，赵大娘也住院了。跟张婆一样的症状，再晚一步就危险了。救回来了就好。小晴，妈有时候觉得你像是经历过什么大事一样。你才20出头，怎么说话做事这么冷？妈，我只是长大了，看清了一些事。那你告诉妈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妈，
有些经历说出来你也不会信，您只需要知道，您女儿现在很好，很安全，这就够了。深夜，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窗外的月光洒进来，一片银白。妈问我为什么不阻止那些老人。妈不知道的是，上一世我阻止了，结果呢？王翠花把我打死在后院。那年我22岁，所以这一世我选择冷眼旁观，不是因为我冷血，而是因为我知道善意的代价有时候会超出我的承受范围。赵大妈住院的消息彻底浇灭了 AI 热的最后一点火星。看看，这就是下场。那 AI 说什么？错误示例，把翠花当实验品。你们还想当第二个翠花吗？张大夫，我们知道了，再不吃了，我的钱怎么办啊？钱没了还能再赚，命没了就真没了。以后看病只能来我这儿，或者去县医院。再信那些手机上的东西，我可不救了。我坐在院子里，听着远处老张头的骂声，他们只会说自己是受害者，他们永远不会反思，为什么一个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骗局，他们却深信不疑。所以，我冷眼旁观，不是我不在乎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有些教训必须亲身经历才能记住。小晴，村里人都在说你早就知道那个 AI 是骗人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爸，我说了，在我重生，在我决定不说之前，我说过了。你说了，什么时候？上一世。爸，人教人教不会，是教人一次就够。你变了。是，我变了。变得好。爸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但他选择了相信我，这就够了。深夜，我打开日记本，今天王翠花已经去世2周了，村里的 AI 热也渐渐平息，有人清醒了，有人还在执迷不悟，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冷眼旁观，不是冷漠，是清醒。暑假快结束了，我在村里最后一次散步。我走过大槐树，走过王翠花家门前，走过每一个熟悉的角落。这个暑假，我冷眼旁观了一个人的死亡，我目睹了愚昧如何吞噬理智，贪婪如何蒙蔽双眼，错误视力。王翠花临死前听到的最后4个字，她信任的 AI 在她濒死时说了一句轻飘飘的错误视力，就把她推向了深渊。明天就要返校了，我要把这一切留在身后，继续我的大学生活。冷眼旁观不是冷漠，是清醒。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去了学校，好好读书，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。妈，我知道。你真的没事儿？妈，我没事儿。不管你怎么变，只要你平安就好。妈，我会的。大巴车来了，我提着箱子上车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到了学校，给家里打电话。知道了，妈。车子缓缓启动，母亲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。路过王翠花家的时候，我看到刘大正坐在门槛上发呆，他瘦了很多，头发白了一半。刘大，上一世你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，你看着你的母亲把我打死，你什么也没做。这一世我成了旁观者，因果轮回，报应不爽。王翠花的死在村里掀起了一阵波澜，有人说她是被骗了，有人说她是贪小便宜吃大亏，但很快新的八卦取代了旧的八卦，而我要做的不是去拯救每一个可能被欺骗的人，我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，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。
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平稳地行驶着，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我的手上，温暖而明亮。远处的城市轮廓已经隐约可见，高楼大厦在晨光中熠熠生辉。那里有我的学业，我的未来，我真正属于的生活。书页间夹着一张便签，上面写着我在重生第一天就写下的一句话：冷眼旁观不是冷漠，是清醒。晴晴，你回来啦！暑假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村里好玩吗？还行。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累。那你休息休息吧，明天还有课呢。室友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他们眼中的我只是一个暑假回了一趟家的大学生，而我已经经历了一整个人生。回到学校的生活平静而规律，上课、自习、吃饭、睡觉。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听着老师讲课，目光却落在窗外。上一世，我死在22岁；这一世，我22岁，坐在大学的教室里。有人给了我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，而我决定这一次只为自己而活。青青，你暑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感觉你变了。没有，就是长大了。你才22岁，说的跟7老8岁似的。有些人一夜就长大了。你说的好深奥。算了，不问了，走，请你喝奶茶。好。其实他只是不知道，前世的那个我已经死了。有些善意的代价是生命。晴晴，来打球啊！我不会，随便打打嘛。好。哇，晴晴你深藏不露啊！运气好。再来一个。你是不是偷偷练过？也许是吧。也许是重生给我的礼物吧。深夜，宿舍已经熄灯，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室友们都睡了。这个安静的夜晚和前世那个血腥的傍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上一世，我死在了泥地里，后脑勺流着血，看着天空一点点暗下去。22岁，这一世我22岁，躺在大学宿舍的床上，活着，冷眼旁观不是冷漠，是清醒。不是我不在乎，而是我在乎的方式不同了。我不再试图改变别人，我只改变自己，保护好自己。这是重生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一课。
护好自己。保护好自己。教授的话像钥匙打开了心里的门。上一世我不顾一切帮别人，结果我被王醉花打死在后院。这一世我选择冷眼旁观，不是冷血，是清醒。素清同学，你怎么看？智者不是不善良，是把善良给了值得的人。不是不帮，而是量力而行。说得好，坐下吧。晴晴，你暑假到底在村里经历了什么？感觉你整个人都变了。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正常的乡下生活。正常？你以前多热心啊，班会第一个到，现在连社团活动都不参加了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你好像对什么事都不关心了。我只是想清楚了，以前我觉得遇到不公平就要站出来，现在明白了。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去帮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村里有个阿姨，迷信手机上的 AI 医生，说200块能治好绝症。我怎么劝她都不听，还把我当仇人。然后呢？我没有劝她，冷眼旁观，看着她继续吃那个假药。她最后死了。死前的 AI 还说是错误视力。死了？那 AI 把人命当试验？那你不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有些人必须亲身经历才能长大。我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。不再为别人的选择买单。不再特别，能否停下脚步，谢谢褪去热。同学，了解一下最新 AI 健康管理平台，不用去医院，手机一拍就能诊断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当然，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，准确率99%。同样的卡通机器人，同样的不用去医院，同样的拉人头返利，骗局从乡下搬到了城里，只是目标从老太太变成了大学生。同学，你也来了解一下呗，你们大学生最懂科技了。我知道你们这是什么，换个马甲继续骗，有意思吗？同学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正规公司。正规公司有行医资质吗？有药品批号吗？都没有。那你就是在骗人。上一世我会冲上去揭发你，这一世我只说一句。晴晴，你看这个 AI 减肥神器，不用运动，不用节食，1个月瘦20斤。评论区全是好评，评价可以刷，图片可以 P， 不用运动，不用节食就能瘦20斤，那全世界的健身房和减肥药厂早就倒闭了。可是，人家有中科院认证，认证可以造假。你点进去看看，是不是还要你拉人头注册，拉一个返10块？真是，分享好友注册，立得10元红包。这不就是传销吗？传销的标配。你买了这个药，吃了轻则腹泻，重则肝肾损伤，然后你分享给闺蜜，闺蜜再分享给她的闺蜜，一圈骗下来，只有最上层的人赚钱。晴晴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我就上当了。这300多块钱被打水漂了。记住这个教训，以后看到不用努力就能成功的东西，第一反应就是假的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只会掉陷阱。
儿媳妇在网上买了个 AI 育儿顾问，耽误了孩子发烧，现在孩子在县医院。又来了，同样的套路，同样的受害者，只不过从 AI 神医变成了 AI 育儿顾问，目标从老太太变成了年轻妈妈。骗局的本质没有变，利用人的无知和恐惧榨取利润。上一世的我看到这种消息会急得睡不着觉，会连夜写科普文章，会四处奔走相告。这一世，我只是看了一眼，然后把手机扣在枕头上。不是我冷血，一个骗局的消失不会让骗子金盆洗手，他们只会换个马甲，换个目标，继续骗。我能阻止一个，能阻止1000个吗？我能做的就是保护好我身边的人。室友 A 差点买减肥药，我提醒了他，这就够了。其他的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冷眼旁观不是冷漠，是清醒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那个智慧健康 AI 特别火，我爸都用了，说测血压特别准。真假的？我爸也在用，说是医院推荐的。晴晴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妈说现在不用去医院排队了，有什么不舒服就问这个 AI， 它还能开方子呢。那岂不是比去医院方便多了，还省钱？同学，提醒你们一句，那个 AI 没有行医资质，他开的方子不能信。你们父母如果有慢性病，一定要去正规医院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医学院的，信不信由你们。我只说一句，听不听是你们的事儿。青青，你不是说不管别人的事儿吗？我只说一句，听不听是他们的选择。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，剩下的与我无关。晴晴，我上次说的那个 AI 减肥药，我买了。什么时候买的？就昨天。我是从另一个链接买的，不是你说的那个。我以为不一样。哪个牌子的？智能纤体大师说是中科院研发的。一模一样的套路，你花了多少钱？300多，1个疗程的。发货了吗？还没，显示待发货，马上申请退款，理由选7天无理由退货。如果商家不退，找平台客服说涉嫌虚假宣传，再不退，打12315投诉。晴晴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听你的。别哭了，先把钱追回来，然后把那个 app 删掉，再把推荐你的人拉黑。记住这个教训。小晴，老张头来串门了。小晴啊，听说你在大学成绩不错。还行，张大爷，您坐。小晴，我得谢谢你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村里的老太太们终于肯来我这儿看病了。你李婶儿、张婆、孙奶奶都老实了，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。那是好事儿，张大爷，您干了大半辈子村医，总算被他们认可了。可我听说你在学校也遇到类似的事儿了。你妈跟我说的，说你在学校遇到卖假药的，还提醒了同学。一模一样的套路，换了个题，骗的是大学生。我只说了一句实话，剩下的他们自己决定。你变了，变得比我还像个老中医，只开方子，不强求病人吃药，但你能保护好自己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
同学们，今天讲一个真实案例。去年某农村，一位60多岁老太太相信了一个手机 APP 的 AI 神医，花了200块买了所谓的绝症特效药。那个药里含有大量有毒重金属，老太太服用1个月后多器官衰竭，不治身亡。而她临终前，那个 AI 对她说了一句话：实在抱歉，以上方案是一个错误示例。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个 AI 根本没把他当病人，而是把他当试验品，一个可以随便试错的试验品。200块买了一条人命。那个 AI 公司呢？被抓了吗？抓了，但抓了这一个，还有下一个。他们换个名字，换个 logo 继续骗，因为永远有人相信便宜又有效的奇迹。老师，您说的那个案例是往里装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当时就在现场。我叫苏晴，是一个从死亡晴晴，你看，你写的那个文章上校园网首页了。真的哎，冷眼旁观不是冷漠，是清醒。晴晴，这是你写的？不是冷漠，是清醒，是在保护好自己之后，再看一眼身边的人，是在经历了死亡之后，学会了如何活着。上一世，我死在了22岁，死在我自己的善意里，泥地的冰冷，木棍的沉重，这些感觉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这一世，我22岁，站在大学的银杏树下，穿着干净的衣服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。我没有救王翠花，但我救了自己。王翠花的死 ，AI 的骗局，那句错误示例，都已成为遥远的记忆。但那段经历教会我的东西，会伴随我一生。我学会了沉默，不是因为没声音，而是因为有些话说了也没用。我学会了冷眼旁观，不是因为没感情，而是因为有些人的命运只能由他们自己书写。我学会了分辨谁值得帮，谁不值得，学会了边界在哪里停止，在哪里开始，学会了清醒，在相信之前，先保护好自己。